投资行不行？肯定不行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这个东西，这是 M2 除以 GDP， 就是单位 GDP 它所对应的那个放出来的钱放出来的流动性。前面好几十年其实呢放出来的流动性跟 GDP 是保持着一个均衡的状态，但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突然就上去了，这个后面突然上去的这一部分流动性去哪里了？不是完全的跑到了通货膨胀，而是跑到了资产当中。好，你如果说你不投资的话，你手里没有资产的话，你的钱就是在贬值，而且贬值非常快。所以你看这个比率多么可怕，多么可怕，这些都在资产当中。好，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，什么是资产？房子是资产，股票是资产，债是资产，黄金白银都是资产。如果你要做资产，做什么？这是黄金除以标普500。好，我一直跟大家反复讲，一定要会套利 K 线，一定要会套利 K 线，一定要会套利 K 线。为啥？你们会发现后面我们分析的很多，在一个大的方向上都会用到一个套利 K 线的问题。如果是你觉得套利 K 线这个词不好理解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比率英文叫 ratio， 用除的方法去做不是用减，用除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图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图，这个图是一个周期非常非常长的图，有100年，这里是1931年，然后这里是七八十年代，然后这里是20世纪初，这是100年的比率套利 K 线。它现在在的位置是哪里？这里是中枢，上面那一条线是过去100年的一个套利 K 线的中枢，一个比率，一个黄金除以股市的一个比率。下面这条线我们不看100年太远了，而且那个位置太高了我们好像不敢想能赚那么多，或者是有个那么大的幅度我们就看最近20-30年，就是下面小的那一根线的中枢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目前是在中枢的下面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讲，我们目前讲它在下面，讲的不是说它下一周、下一个月、下一个季度、下半年，或者是甚至下一年它会怎么走，而是在未来10年、5到10年，至少5到10年的一个时间维度上，你的家庭资产要怎么配？不管你是在中国，你还是在美国，我们讲整个这个 ratio， 讲它这个比率讲它这个套利 K 线，讲的是一个大的方向。这是黄金跟股票的比例。好，我们看 M2 Gold 就是黄金除以 M2 的一个套利 K 线。M2 就是流动性嘛，黄金除以流动性，流动性就是放出来的水嘛，放出来的水。这是一个从1950几年一直到现在这么长周期80多年一个周期的套利 K 线。现在这个位置高嘛，现在的位置是在这种位置，我感觉可以类比到这种位置。不好，当然了，我想跟大家讲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这个东西再往下走，再次触底，前面就是底压，这也是底压，这次还没到再下来再上去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也有可能。所以你不要讲说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买入马上上涨，而且它马上大幅度跑赢其他的财产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80年的事情，是未来5到10年的事情。有没有可能这里它就不往下来了，直接上去？有，也有可能。但是你看你是要做交易还是要做资产配置？白银与黄金也是黄金除以白银的一个 ratio一个比率当它往上走的时候是黄金跑赢什么？白银，对吧？当它往下走的时候是白银跑赢黄金，这个也是套利 K 线往上走，分母这是 gold 白银 silver 当它整个这个数字往上走的时候，这个要跑赢这个，
对吧？它俩如果走的一样，一比是不是就平了，就没有了？它只有跑更快，整个这个除完之后才能往上走，整个趋势往上走就是什么？黄金跑赢白银，往下走就是白银跑赢黄金。从历史上来看，黄金白银的比率是在这个紫色的框里面，它有一个中枢的。现在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去看这个 K 线？其实为什么要用套利 K 线不要用那个线形图，套利 K 线是很好玩的东西我们可以看，这个它不是一个行情，这个它是一个 ratio， 就是它是一个比率，它是一个套利 K 线。我们依然用技术分析看这是一条长周期的这个线破了吧？破了之后怎么样？回踩测试，往下，对吧？再往上又破了，又回踩测试。好，现在就挤在这个位置了，它要选择方向了我认为它是往下走，为啥？因为你整个历史是这么在这个区域内，它现在是在这个位置。如果它大趋势往下走的话，是不是白银会跑得更好？可是我想跟大家讲，很多品种看着很好，可是它波动很大。很多品种看着很好，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。如果想做白银的话，一定要控制好你的仓位，要谨慎，学以致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原油除以黄金。这是个什么图？这是从1984年到现在的图，60年，在过去一个康波周期的范围内，它的中枢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。好，现在是在这种位置，现在是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拉长周期看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底部结构，我认为它是往上走，所以原油是跑赢黄金的。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不会再次探底，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就是说拉长周期看，它原油要跑赢黄金的。来，继续学以致用。原油跟美股中长期哪个跑赢？我感觉任何一个大宗商品跟股票市场比，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下面的状态。当然如果你看过去10年或者过去，这里是一个什么状态？这里是一个过去2008年到现在过去10几年嘛。你们看这个位置了吗？就这根小黄线的位置，这是过去10几年的行情。如果你看过去10几年的行情的话，那肯定美股会一直跑赢嘛，因为它往下走那10年就是美股跑赢原油的10年嘛。你们为什么都会了？可是为什么在看图的时候都认为说是股票跑得更好？现在为什么都会了？是因为我讲的好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到了更长的周期。那么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知道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。我想请问大家，不投资行不行？肯定不行。这场直播刚开始就已经讲了，为什么投资不行，就是不投资是不行的。好，你要投资产，多出来的那一块，所有的流动性，所有的这一块的流动性，多出来这块流动性进入哪里了？不是完全的跑到了通货膨胀，而是跑到了资产当中。好，你如果说你不投资的话，你手里没有资产的话，你的钱就是在贬值，而且贬值非常快，非常快，是你意识不到的快，是你没有感受到，因为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可是真的不久你就熟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这个比率多么可怕，多么可怕。现在虽然有收，可是太可怕了，这些都在资产当中。好，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，什么是资产？房子是资产，股票是资产，债是资产，黄金白银都是资产。在这几个当中，我们刚才有各种类比，如果你要做资产，做什么？我觉得已经一目了然了。咋选？选什么？怎么配？仅有的这几类大类资产当中，你说我没有黄金，没有白银，你们觉得合理不？我们讲商品，绝对不是未来1年2年的事情，是未来10年的事情。我当时从20年开始讲石油，对吧？其实事实已经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石油，我们的交易是走在前面的。商品市场，我们其实呢依然是走在前面。我们先看这个图，这是全球的商品价格，不是我们常说的 CRB。为什么？因为 CRB 主要是代表美国的商品嘛，对吧？当然它走势很像那这是全球的。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前面这个位置它突破之后
突破上去下来又上去，看到吗？这个位置它的形态基本上是一样的哈，黄色对黄色，红色对黄色。可是其实跟你们说实话，一些国外的分析师他不是像我这样画，他们是怎么画？他们是把现在的目前的这个位置类比于这一个黄色的点这里。好，为什么1顶2顶3顶突破，1顶2顶3顶再往上突破？如果说要是按照他们那种划分的话，那将来的商品市场将是了不得的，不可想象的一个市场，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通货膨胀。但是我会相对来说尝试去保守一点，我会认为说我们把这里看成一个这样的情况，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这样，所以将来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行情，这是我对整体商品市场的一个理解。